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们知道，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2周了，连续13天夜晚持续不断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军事目标进行隆重的打击。但是在刚刚过去这一天，也就是周5到周6这一天啊，我们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宣布任何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所以，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到底会如何走向？我们今天请到了扶摇和张教授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2位都是媒体人，天天都在做新闻，对不对？伊朗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词隆重就很点到位，就是感觉确实他现在就是在造一个势的感觉，我天天都要逼着你打。但是我觉得川普可能最终还是不想打，因为他如果想打的话，可能随时就会动手。可是他一直就是在打这些基础设施，然后去打他的这个海岸的沿岸，就是一直在逼，还是在以战来逼谈，但是能够谈成什么样，川普现在可能不像上一次那么快了，可能他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次我可能给你个面子，你来谈 OK， 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这一次他可能要求会，就是说他不也说嘛，你得真的是有那个诚意之后我才跟你谈。所以我觉得他还在等，看伊朗这边究竟是能不能够推选出来一个能够谈的人，而这个人确实是可以把这个伊朗整个局面给控制下来的。现在我觉得还是加里巴夫想去跟川普谈，但是革命卫队起的作用还是太大。我目前是这么看。基本上我觉得也是这个看法。其实，前2天川普已经在外边放风了，就是说伊朗现在要跟我们谈。然后昨天记者问的时候说你下决心打了吗？他说没有。所以他还说没有，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说有？对，所以就是说你就搞不清楚。就是说，我觉得上次之所以这个战争能够开始后续打击，是因为当时正好是维特科夫跟库什纳都不在，他们当时是在外边在跟别人谈，然后川普那时候身边只有马可·鲁比奥和那个赫克塞斯，所以说他就打了。我估计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又那2个人回来给他吹什么风。所以我星期5的时候做了一个民调，因为当时川普说的挺狠的嘛，就是说我们就是马上就要对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前所未见的那种规模的打击，然后感觉好像是又是什么英国的那个医院都已经准备好了，去了150个医生，然后多少空中加油机已经过去，然后什么 B1 轰炸机都已经到位了，就感觉好像马上就要开打。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民调，我说大家觉得会不会打？然后2/3的人认为说会打。我当时就说我觉得不太会，我比较熟悉川普的这种风格。可是他这么大动周章的，然后把这些加油机运到以色列，然后又是启动了 B1，他真的是都是在表演吗？这个我觉得就是极限施压。我觉得川普打，你看上次炸伊朗之前的话，他其实反而啥都没说。有道理。子立，你个人是怎么看？包括马杜罗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说他真的下定决心的时候，他之前可能会淡化。包括去年的时候，当时午夜铁锤行动之前，川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有自信的，然后他会去模糊说，哎，我有可能打，有可能不打，只有我知道。但是这个自信，我看随着现在这个伊朗战争的进行在逐渐流逝。我上周有看到有西方媒体报道，但是有人可能说是假新闻，就是说可能川普对于目前伊朗这个局势确实是感觉不太乐观。但是刚才教授说，川普总统说我没有准备好，我听这样的分析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他可能是恰恰准备好了，然后说我没有准备好，就是准备好去打伊朗，但是没下决心，好像没有下决心，其实是可能恰恰是下决心的边缘。下决心啊，OK， 所以你觉得现在是暴风雨之前的那种沉默吗？你像就是说打委内瑞拉的时候，他是大兵压境，然后压了几个月，一直在这守着，然后大家觉得就是疲了，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突然间就搞这种突袭。36句这叫瞒天过海。对，现在在那个伊朗那边，我看之前是昨天的消息是说，好像是打了沙漠里的一个这个营地，然后好多的头领在里头。你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吗？我不知道真的假的。那东西他当时说那个瓦西是那个是瓦西尼说是一个革命卫队一个什么人那个。卡尼说那个卡尼死了，对，但是后来我去 fact check 一下，说没有。就是现在就是推特上有很多这种，就是我称之为传言。然后我一般看到我会去搜一下这个英文媒体有没有报道。对，但是很多情况下这种都是没有报道的。但是我也想说，现在很多的英文媒体其实也是看这些基本上这些大号，然后去写新闻。你就发现他报了2个小时之后，大媒体就出来了。有可能有，但是
当时营救那个美国大兵的那次，就是那个飞机被 F-15被打下来那个事情，就是有人在那儿啊，对，但是那个记者是比较资深的记者，推出来，对，完了他推文推出来，后来川普才证实的。对对对。但那是比较资深的记者，然后我现在在网上看到，就有很多英文的这个小号，你也不知道他什么号，他是冲着战争来的，他就冲着来，然后他说什么unverified 什么，就现在一上来个未经证实的信息，谁谁谁死了，我就不说别的，我就说在过去2个月，你听到瓦西迪死了多少次，你听到穆杰塔巴死了多少次，对不对？对，就是说你如果去看这些，你会觉得哦，瓦西迪死了又活了，死了又活了，穆杰塔巴也是，跟薛定谔的猫似的，就是九尾狐一样。你觉得穆杰塔巴，因为川普说他是90% dead 是吧？川普是说基本上都已经。我不太清楚川普那句话的含义，但我觉得穆杰塔巴这个人还是活的，但是他可能这个身体状况可能不行是吗？对，因为最早以色列情报显示，就是说他在一开始的空袭中就受伤了，所以他具体受了什么伤，影响到什么程度？所以，哎呀，我觉得就是当时葬礼的那一次，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哈。但穆杰塔巴没有来的都是哭成泪人的，还有那个阿拉格齐，但是那个瓦西迪去了吧？瓦西迪好像去了，有他的画面。对，其他有头有脸的人去了，基本都去了。还有穆杰塔巴的哥哥弟弟。对，我其他人都不记得，就记得加里巴夫哭成那个。然后阿拉格齐那个眼神简直是兄弟，你传神了。阿拉格齐想了想说，是不是我应该也哭啊？但是哭不出来。对，所以我是觉得川普他如果要打这个伊朗的话，他必须得越快越好，因为他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能打出一个结果来。但关键问题是怎么打？就是说，你说打伊朗是还像以前一样轰炸吗？还是派出地面部队？就是这个打是怎么定义？川普炸了2个礼拜之后，发现已经没有用。对，他如果不夺岛、不出动地面部队的话，我说的打就指的这种地面部队。对，要打就得赶快打。然后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的话，打出一个结果对他有利，要不然的话就得拖到中期选举之后。您指的是高山还是它的边境？就是登岛作战，比如占领格什姆岛啊，或者是占领什么哈尔克岛啊。这些不就是之前我们讨论那个问题吗？就是夺岛之后你要这个护岛，然后它的核浓缩铀的问题还是在这个高山这一块。对，那个地方很麻烦，那个地方现在也没炸哈，现在没炸，说是炸，就是说了半天也没炸。川普说了半天了，但是因为他埋得很深，要炸的话还是只能是 B2。就是 B2钻地弹，就是叠加攻击嘛。就我一个钻地弹可能打几十米深，就是60米深或者100米深，再打一个钻地弹，再打一个钻。当时打那个去年5月铁锤行动的时候，当时之所以穿深那么深，是因为它有这个通风管道，是美国是顺着通风管道往里炸的。对。但是高山有没有类似的设施，或者它的通风管道是不是垂直的？它可能是平行的，它不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设计。这个美国方面肯定有它的这个设计图纸，它肯定会设计方案。但是问题是，就是说。你炸掉高山也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炸掉高山只是推迟了所谓伊朗的核计划或者什么。对，但是你不推翻这个政权，你还是要和这个政权谈判。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很悲观，我是看不到一条很明确的能在短时间内走出伊朗这个局面的一条路。对。所以川普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拖着有这么一个人，可以就是让这个政权有一些改变？他可能最后还是这个表面上的。伊斯兰的政权，但是他的那个就是强硬程度可能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除非是穆杰塔巴下去了，要不然没办法，杀父之仇。然后我看这些人在乎杀父之仇吗？我很怀疑现在。我觉得很在乎，很在乎。我觉得很在乎这个家，而且不仅是父亲，他的家人，他好几个。对，家人都在。我觉得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合法性，就是说他对他父亲的这种在意的程度，也决定了他的这个位置到底有多稳。就他对他的，因为他的父亲是相当于宗教领袖嘛，对吧？然后呢，又是这个就是跟他就是他的父亲又那么有权威，所以说他如果对他的父亲表现出那种极大的忠诚的话，对他坐稳自己现在这个位置有帮助。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把他放在那儿，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哈梅内伊的儿子，就这个血缘关系。对，他是一个比他父亲还强硬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核浓缩铀的问题，很多人说他比他父亲
还极端，对还要更快的，就是说造出来。而且对，就是说两天前的报道，《纽约时报》还是说，就是说现在伊朗领导层更倾向于，甚至比老哈梅内伊更倾向于去建造核武器，对，因为他认为只有核武器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所以沙特开始有这个核能了，但是也不管用啊，我觉得。他不做核武器，他只是浓缩，好像是对，浓缩铀，但是这是一种威慑。但是我觉得它只是开启一个民用的浓缩铀的一个途径，这就相当于是美国在你的对岸，或者说你的就是邻国再去发展这个核武，就是你表面上是民用的，或者说是就是说低浓缩铀的这种的核能，但其实是美国公司有这个能力，就在你的旁边，就在你对面。以色列有，对我也是想说这一点。对，但以色列有，就是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挑起战争，但是美国有，它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沙特，你说沙特是吗？对，就是沙特在美国在沙特这边去建造的话，它这个浓缩铀从就是发电的风度要浓缩到可以做原子弹的风度的话，中间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是吧？对，它现在就是民用大概是3%的这样的风度。对，所以现在那个皋山那边的话，因为我看到那个报道是说，实际上当时午夜铁锤并没有真的把那个浓缩铀60%的那个浓缩铀全都给就是炸成真的是dust的，它是很多已经移到那个皋山里边去了，然后里边还有几千个离心机在那儿转，所以就有可能就是我觉得也可能说不定半年之后它造出来之后的话，川普就更抓瞎了，我觉得是。其实午夜铁锤当时3个核基地，主要打的是离心机，因为那些大厅，并且是最早伊朗最成熟的这些离心机工业化都在那儿，皋山是最后建的，所以比较新。所以当时美国午夜铁锤之前已经喊打了很久，所以伊朗当时确实是有做准备，就是一些高浓度缩的铀可能已经移到皋山里面了。所以这个是，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就会发现美国面临好几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讨论了这个核问题，核问题这个看起来很难解决。核问题其实并不是最棘手，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这个是最，并且看不到解决的方向。然后在过去1个周，全球股市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股市跌得太惨了，但简直是这个好像也是比较短暂的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整体来看影响也不大。油价其实也就是一有变化它就跟着波动，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持续很长的。现在感觉好像就是说好几种说法，说油价之所以没有上升，是因为中国那边有很多储备的油在。好像没有那么多吧？不知道。我反正有这种说法，然后就说然后美国拼命的释放战略储备油，所以就造成这个油价暂时还没有往上涨。但是美国的战略储备油已经见底了嘛，基本上就到1980几年以来的最低点了已经。对，所以不太我说句实话，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和川普的战略有关系吧。之前不是说就是好像沙特那边就是要开辟一个新的管道，对，去输油。伊拉克要建一个输油管。哦，伊拉克到叙利亚，然后从拉塔基亚是输出，对。但是这个建成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主要是沙特的那个东西管道，日输送能力700万桶，然后就是说阿联酋也有一个管道是输到这个富查伊拉港，就是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东部这个港口，这个每天大概是100多万，所以它这2个管道大概能够弥补大概8、9万桶的这个量，但霍尔木兹海峡大概是2000万桶，所以还有一半，有一半的你如果伊拉克那个管道能够开通的话，那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就会大大的减少，大大降低。对。现在就是胡塞在这边，就是曼德海峡还有个事。如果要是封锁的话，曼德海峡如果封锁的话，就是沙特的那个东西管道其实就没用了，已经。以色列能不能像打之前真主党那样去把胡塞给解决掉？很难，太远了，主要是太远。不光是他有没有可能调兵这样？不光是远，因为主要是胡塞武装其实也是在山区，就他真的是跟阿富汗一样，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啥都没有。然后他躲在山里边，他们就真的是游击战术，打了就跑。对，并且也门的问题是非常复杂。也门主要是要依靠沙特，因为沙特已经和胡塞打了很久。也门其实长久以来，它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其实之前是南也门和北也门。北也门是以萨那为基础，南也门是以亚丁港，他们俩是历史上有渊源的。因为南也门其实是历史上属于英属殖民地，然后北也门属于奥斯曼。所以他们2个这个虽然是地缘上现在都叫一个也门，但是他们其实从文化上来讲，从很多习惯上来讲是不一样的，是2个国家一样。对，像2个，所以
现在我们说的胡塞武装，其实主要是之前以萨那为核心这个北也门的这个领门，这个地方相对来说伊斯兰化更加严重，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土壤。对，而且南也门这边的话，说是一个国家，但是里边就跟很多部落林立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酋长国那种。是，它难以统一一个有统一的军队，然后再加上胡塞武装还有伊朗这边的支持。就是说，也门的问题像阿富汗一样，就是你如果不派出地面部队，你就没有办法根除。但是好处是因为也门距离伊朗是有一段距离的，就是说也门自己没有能力生产这些武器装备，它没法生产无人机，没法生产飞弹，所以你只要能掐断伊朗对也门的这个运送补给，不管是空中还是海上，你就能够控制也门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对，而且曼德海峡这个问题相对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更好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个国际舰队是可以出动的，因为我们知道2年前在曼德海峡当时有冲突的时候，当时法国有派军舰。意大利有派军舰，美国有派军舰，而且美国在这里面打过，就是说以美国的舰队时对付控制曼德海峡、恢复航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我觉得不是问题。核心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我看前一段时间那个就是前2天伊朗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他们在海峡的南道也布水雷，等于是把水雷布到了那个阿曼的门口。对啊，那怎么办呢？那你们觉得川普会不会踏口呢？太没出息了，人家把水雷布到你的门口，是你都不吱声。他们就不想让美国走嘛，就是让美国来给他们撑腰。你觉得打下去之后，海湾国家的态度会倾向于希望美国解决伊朗，还是希望跟伊朗谈？我觉得海湾国家，分不同态度。看起来卡塔尔和阿曼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最偏伊朗的，就是说他们是希望尽快达成协议。这个是因为伊朗的施压吧？我觉得不是，就是说和他们本身的政治观点有关系。因为卡塔尔本身其实在中东冲突中，你看无论是这个哈马斯也好，包括这个伊朗问题也好，都是在卡塔尔，哈马斯都是躲到那个领导人都是躲到卡塔尔，对，所以他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就是会偏极端一点。并且卡塔尔他和这个伊朗分享这个气田。而且卡塔尔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说伊拉克，我可以建管道走叙利亚；沙特我有东西管道走红海；我阿联酋我可以走这个富查伊亚港，对不对？但卡塔尔怎么办呢？卡塔尔没有任何办法。所以卡塔尔就是说，另外就是这个阿曼就是说，在过去，包括这次战争之前，阿曼也是主要调停方，所以它本身就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这3个算是在过去这几个月来最主要调停方。对。但是有些国家和伊朗已经是撕破脸了，和阿联酋很明显撕破脸了，下场打，派飞机打阿联酋。这2天也有新闻说，科威特和巴林也悄悄派飞机打了，对，就被打得太惨了，你天天打我就是我不还手，我说不过去了。就是科威特和巴林就是跟这2个国家也没啥用，是吧？就军事上没啥用。军事基地，它主要是美军军事基地，本身军事这2个国家很弱。对，军事比较弱。然后伊朗前2天不还有传闻说要陆地进攻科威特吗？对，什么都说，对。他要陆地进攻科威特，我觉得这个对科威特来说很危险，根本守不住。但是这个有可能吗？我觉得如果进攻科威特，就是伊朗自掘坟墓的开始，就和当年萨达姆一样。对，因为海湾国家不可能坐视科威特被伊朗所吞并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它会引起更加激烈的这个，可能在海湾国家在对伊朗问题是将会更加团结，然后联合国甚至都可能出动。所以我认为伊朗就是说而已，他不太会真的去打科威特。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摆脱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就是我觉得得修那些多修条管道，从那个就是约旦，然后进入以色列，是不是在等这个时间呢？现在那个管道修下来2-3年就应该能修好。管道其实建设工期相短一点，但是你工程项目也是需要时间的嘛，你至少少则1-2年，你包括。你先签订意向，然后你要真的去设计，对你有资金设计，你管道你从哪走，怎么走，这些是光设计你需要去考察，你就沿路，对你从伊拉克到叙利亚现在有些地区还不太稳定，所以还有 ISIS 的这个伊斯兰国的残余，所以这些都需要时间。等你真的说我设计方案定了再建设，
那可能还有一件事是，所以其实管道的建设最后建设起来，其实它反而不会那么慢，对。但是你前面所有这些事情，你少则2-3年，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是。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要就是说有这种亚伯拉罕协议，大家共同的繁荣，然后一起就是你喝点黑参之类的，就是感觉都没有，都有气无力了。对呀，那让川普吃点这个。对，就他们得共同繁荣一下，就是说一起吃一点这种。他们你看都产石油，都有这种共同的这种天然的资源。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共存呢？石油称为黑色的黄金。对呀，这个是真正的这是黑色的砷，它也是黑色黄金了，我觉得黑色黄金对于人体来说。哦，那说明价格不菲是吗？价格不菲，但它价格其实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它的价值就在那儿，所以它可能匹配的价格也稍微贵一点，但它确实吃了之后对于人体的这种补充会比较好。你可以看那个身体就像指定一样，真的是非常的硕大。就是我就是因为吃黑参吃的，缺啥补啥啊。这个是韩国这个高丽参9蒸9铺，至少要经过3年，所以它得6年生的高丽参。6年生的高丽参，对，质量是制作工艺很久，然后也都是纯手工的。主要是现在吧，这个社会呢，很多这种就是制造出来的商品，它科技活太多了，但这个就是从古到今一直人们可以吃的，然后对人体有好处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很难得，很珍贵。是。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们这个网站，然后输入我们的优惠码，然后就我们有不同产品，有这是特级的黑参，我们还有一些口服液，然后口服液一撕开就可以喝，就非常方便。对，我是觉得川普现在基本的想法就是能谈则谈，但是。川普，我觉得他的这个脑子也有的时候比较混乱。他有的时候他说这些人都是疯子啊，这些人都是。不是他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他是处理不过来，他又有这种川协会的，你看这中间在处理的战争正在天天打呢，然后又说习近平要来。你觉得美国现在最大的这个就是最高的优先级的事情应该是什么？现在优先级，如果现在只能让你做一件事，你觉得哪件事最重要？吃黑参。我觉得指定已经出师了啊。可能是平息，我觉得还是国内事务，就对美国国内来说还是国内事务。就是这种海外的，我觉得还是就是它有它的优先级，海外的 priority 可能就是伊朗是比较多，但是中国那边他也得撑着去做，他也不能放手不管，所以他有的时候确实会分散精力，然后不同的人、不同的这种主战派、主和派来了之后，给他说的时候，他的这个想法会有一些改变。昨天川普发了一个推挺逗的，他说这个中共跟俄罗斯说你们没说的都答应了我，不要给伊朗不给他买东西是吗？如果你要被我发现运了武器的话，对你们可不太好。对，这个有点太公开了，太直白了。对，但是这就是说，伊朗当时炸了那个约旦的那个基地，我觉得肯定是有俄罗斯或者中共提供的这个最后避开它的防空系统的这个技术是吧？这个很难避开，它可能提供一些卫星图像或者是公开信息。但是不是它最后是用那个就是叫什么末端 maneuver 叫什么？它中文叫什么？就是末端所谓的末端机动，或者是这个打水漂什么所谓前驱弹道，不是这个就是说你除非是中共把自己的导弹给了他，就是说不然的话，你短时间内你这个技术是没有办法去这个生产或者运用的。就是伊朗如果之前没有的话，那现在也不会有。你觉得哈？我觉得是这样，对，更多的可能是情报的支持。就比如说，你像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腹地的时候，我前段时间看到消息，其实美国一直在提供情报支援，因为乌克兰是不知道你这个腹地你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或者有什么情报，或者是你需要具体 GPS 定位啊，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和中共可能是在这方面提供了帮助。川普特别逗，川普说我们也卖给乌克兰武器，我们没有卖给乌克兰武器，我们都是卖给北约的，所以他们卖给乌克兰，那我不知道。那普京也不信啊。对啊。不是说之前那个什么沙赫德无人机，还有这个俄罗斯帮忙加工过的，袭击了美国的情报基地。对，这个也待调查。当时炸的那个就是约旦的时候，说是2名死亡，然后1人失踪，但那人其实是因为炸碎了已经。对，是3人死亡。对，其实是3人死亡。对，然后另外第4名是在伊拉克拆弹的时候这个出现的事故。
所以就是美军就是在过去1个周这个丧生了4名士兵。对，所以就是说，那我们现在看来就是川普差不多炸了2周时间，这2周时间起到了任何效果吗？或者起到了川普想要的效果吗？除了把股市给炸崩了之外，没有吧？我觉没有看到得他还是会削弱一些能力，他也不可能就是说炸完之后全白炸，美国这些炮弹白使，他还是会有一些。他当时炸那个桥，然后说把阿巴斯港隔离开，然后美国可能要去，就是要占这块地方。当时说这么说，但是炸完之后好像美军也没有行动。但是他就是制止了他这个石油的出口嘛，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港口。他就是把阿巴斯港给炸了，就是说相当于是锁喉了桥梁，对经济，对。然后我觉得是作为他所谓施压的一部分吧，就是说，我前2天看西方媒体报道，还是说，川普是希望大规模的轰炸能够迫使，就像你刚才说的，迫使伊朗走回谈判桌前。但目前最近这段时间可以看到，不管是阿里巴夫也好，还是这个加里巴夫也好，还是阿拉格齐也好，他们表态反而是越来越强硬。川普对他们不是很满意，我感觉他还在等他能够，真的是他认为满意的人出现。那这个人是谁呢？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看下来，我觉得没有现在啊。对没有，那就是一直这样僵着打，反正直到你们就是说推出一个这样的人跟我谈为止，要不然的话，你们一直这样，全世界也不接受啊。那你们总得有一个解决办法，要不然你就一直挨打，要不然你就找出来一个人。那就是一个 chicken game， 就是说我们要么走向共同毁灭，要么是谁在这个之前，这个先退出，先退让。那就你反正美国其实就是一直撑着你这样打，就是也一直在打这种宣传战。我新闻上也一直在报，然后我也确实打击你，打击得很惨，然后他们也确实很惨，但他们呢，只是他们在很惨的过程中还做着他们想做的事儿。那你反正就是那些人，就是那些狂热分子在做着，那你就一直做吧，反正你就打到你也很削弱，你也很疲惫，但是我也就一直打。他们当时说那个伊朗这次之所以对美国这么强硬，是因为那个葬礼期间，感觉好像伊朗民众还挺支持这个政权的。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绝对人数很多，但是相对比例其实应该不是很高。不过就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印象，恢复元气了。就不是就是说还是有民众在支持他们吗？对，就是他现在内部政权更稳固了，没有台独的问题。之前不还有说什么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说内贾德，对，内贾德本来是以色列摩萨德物色的一个对象。对，我觉得把这个消息弄出来，其实我觉得是西方有意的。内贾德完蛋了，我觉得他这么一说之后，他可能是在给内贾德一个机会。但是内贾德那时候已经完蛋了哈。对，那个时候已经完蛋了，他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就是你放眼伊朗现在这个政局，就是不会出现一个类似委内瑞拉的那个副总统那种的罗德里格斯那种的状况，不会出现一个和美国的合作者。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没有解决的方式。打一打革命卫队，我觉得如果能把瓦西迪干掉，可能会解决相当大的问题。瓦西迪干掉之后，你再看加里巴夫、阿拉格齐或佩泽西奇扬的表现，我觉得可能会不太一样。不要有扑克牌，黑桃 K 就是瓦西迪现在对，不是就是一定要黑桃 K 应该是打那个大鬼大王。对，我觉得除了穆杰塔巴没有用，因为你想啊，其实在美国第一轮瓦西迪其实不是最高将领，是因为前面那一波有军权，他来就是说统领这革命卫队啊。现在，但我的意思是，就是革命卫队已经死了一批最高将领了，然后瓦西迪是换上来的，但是换上来的这个他也是这样的，你再把瓦西迪干掉以后，你再换一个，可能还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换着这些人可能就没有这个元气，他已经撑不起来那个场了。关键就是他们的宗教狂热，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就很难，就上来一个可以愿意妥协的人。对他们来说的话，如果你有这种狂热信仰的话，那美国这是他们的宗教上的敌人，你投降美国的，你要下地狱了，就是。哎呀，如果连指定都没有办法的话，那可能真是没办法。不是，还有一个，你们有没有想过，川普会不会再次tackle？有可能啊，现在我觉得就已经这个趋势已经看出来了。这样吗？我没有觉得美国有那么的。这次我觉得他现在就要tackle了，我觉得已经。真的吗？我觉得这个晚上没有打，是在为事态降级在做准备，但是以什么方式去降级不太好说。对，因为伊朗这边说了，我们不想跟美国谈。然后川普自己老说啊，他们要给我们打电话，他们要跟我们谈。我觉得是有一些人想谈，有一些人不敢谈。
伊朗那边。就像因为没有人，就是说他虽然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但他还是在这个世界内生活的。他知道他生活起来不方便，他也知道他钱卑冻结，他确实有这个生存下去的这种困难，而且他是过惯了这种就是说穷奢极欲的生活。想谈的人说了不算，关键是现在对，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你就想把所有不想谈的人先给清除掉，换上想谈的人，那就真的那就是真正的政权更迭。对，但是问题是，你看川普过去打了这10几天，没有对德黑兰附近的目标太过动手，没有对这个领导人层级的人太过动手。是不是因为那些人不在德黑兰？那你找到他，你不管在哪，就像我们之前看到那个消息，就大家不确认的。伊朗当时是说，如果你要是炸我们领导人的话，我们也炸你们的领导人。就因为现在有一些，我有的时候挺纳闷，说伊朗为什么，比如说打就是迪拜呀，或者打什么他打那个 hotel， 他打那个酒店，是因为说可能是那些领导人们他们的家属什么之类的住在那个酒店里。我最早看到消息是，就美国你像巴林、阿联酋有很多军事基地，很多人撤了，有些人没有撤，他会住到宾馆里面。所以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消息是，就是伊朗是知道这个宾馆有住美军的人，所以他打这些宾馆。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太疯狂了。对，反正这个事情，就是我反而事情走到现在，我觉得，川普说不定会再塔口一次，就是再向伊朗做出一个让步，然后再达成一个停火协议，然后这个停火中期选举之后再说，等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说，因为这个事情就是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就是川普不会派出地面部队，不派出地面部队你就炸。那你现在炸了2个州了，那和你之前可以炸2个月，那该能炸的都炸了，该炸的也炸了，那你也就这样。对，除非你炸它发电厂，炸它炼油厂。对，其实你有没有记得，在上周在进行第1周的时候，当时川普做出一个威胁，就是说你们要谈判，不谈判，从下个周开始我要炸你基础设施，炸你电厂。对，他说了没做，是不是？就跟那个高山一样，他光说他不做。高山他倒没有说明确要去炸，但他说有这个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看这个1个星期前的节目，或者看1个星期前川普说的话，我会觉得也是我做节目的一个困境，就是感觉我们上周是这么评论的，然后你就会对这个事情充满怀疑。对，然后你就这就是为什么我回过头来看，我会觉得。是这样吗？我会觉得川普说这么做会有用吗？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伊朗现政权你在不改变伊朗政权的情况下，你很难达成有效性。但是大家看俄乌战争，你僵持了几年之后，还真的是有扭转的趋势。是有扭转的趋势，但是普京还是不愿意和平谈判。对，你管他呢？但是他另一方面就是说，无人机一起来之后，他扭转趋势非常快。川普，我觉得他。就没有那时间等啊！俄乌战争都4年多了吗？我不觉得川普真的那么快想结束战事，哪怕中期选举。但是关键问题是，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话，再过2年，伊朗真的造出核武器来，你怎么办？我其实不太担心核问题，因为你觉得伊朗不会愿意？他也不可能炸吧？他也不可能真的炸吧？跟金正恩一样是吗？就不愿意通过伊军是吗？我不是，我是觉得美国和以色列一定会制止，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说句实话，我制止你建造核武器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就是说但是我制止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2个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没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话，其实美国是一点也不慌的。就像去年5月铁锤打完了之后，美国也不怕伊朗报复，也不怕怎么样，我打完就打了。你如果再造，就是当川普的态度就是这样，你就是不能有核武器，你要么跟我打成协议，不打成协议我就炸，好霸气！对吧？你再建一个，我再炸一个；你建一个，我炸一个啊！我知道。在高山那埋在山里边，你炸不动了怎么办？没办法，可以再想办法，就是说美国可以再研发一个更深的这个钻地弹，或者是以色列可以再想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对于伊朗来说，它要建造核武器，它有很多其他的环节，就是说，它需要大量成千上万台这离心机，然后串联工作。那高山目前，因为它深埋地下，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空间，能够容纳这么多，并且工业上达到这样的标准，我觉得还打一个问号的。但是
就是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是好解决的。为什么？因为你归根结底，最后大不了我就是动用一个军事手段，而这个军事手段我是可以彻底抽身的。就我炸完你我就走了，我炸完你我就走了，我不会停在这儿。但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川普在打伊朗之前，真的完全没有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吗？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川普当时想的是这个政权推翻完了就没有了。你觉得川普美国的情报不知道这些吗？知道，你听 Hillary Clinton 讲嘛，他说我们每次要说到打伊朗的时候，首先讨论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对呀，我觉得就是川普对情报人员、对这些资深的，就是官僚，他都觉得是深层政府的一部分，他不相信他们。是吗？我觉得是。这个我可能有我个人看法，我是这么认为，我说任何一个决定，它都一定有风险。就是说，如果我是川普，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会愿冒这个风险。就是说我如果明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会有这个风险，但是在当时伊朗人抗议的情况下，我做出承诺的情况下，而且我的整个计划看起来非常 promising 的情况下，我第一天就能把这个霍梅内伊，然后把哈梅内伊然后其他一帮人全部干掉的情况下，我会愿意做出这个决定。虽然冒着风，因为很多不管你商业上政治决定。你的风险越大，你的收益越大。所以你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你去做这个，但是很遗憾，这个委内瑞拉的事情，美国冒着风险做这个事情成功了，收益很大。但是伊朗这个事情，回过头来从结果来看是有很大的风险，做了没有达成他想要的东西，然后风险现在完全暴露出来，反而在短时间内没法收拾。这是一个短期的影响。什么是短期的影响？就是说短期的影响看起来美国是就是说不太好收拾这个局面。是。但是长期来看，你伊朗这个政权，你一直没有人去管它，一直没有人去解决，其实它威胁会更大。对，这我也同意。是。OK。好吧，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是讨论了一下，还得继续看。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什么看法？对，跟我们说一下。是我们三个讨论下来，感觉讨论越来越悲观，就是我还好吧？对，不要还好，但是我是感觉越来越悲观，然后想不到太好的方法。我还记得第一天打马杜罗的时候，抓马杜罗的时候，打这个就是伊朗的时候，好像也是。其实子定都是很兴奋的，全程亢奋录节目，然后现在是挺平静的。对，这也是没有办法，被生活的铁锤暴击了一下。对，那时候确实是因为从军事角度上来讲，美国不管是委内瑞拉行动、伊朗行动都是成功的。我作为一个军事博主，或者你作为一个军中的将军或者战士，你执行了这个计划，我们计划就是这么执行的。我们军事上的目标全部达成了，就像川普说的，他们海军没了，空军没了确实是没了。但是你政治上的目标呢？这就是一个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军事上成功，政治上没有达到，至少保底来说没有达到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越变越厉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战前不是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战前核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也没有解决。对，所以我真的是不太乐观。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想法呢？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下集节目再会，拜拜。